罪臣孙南重贵，恭迎温皇。温皇千万岁寿。罪妇李氏恭迎父皇，父皇千万岁寿。臣皇帝陛下，陛下千万岁寿。令公何在？启奏陛下，南朝京师内6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。朕没问谁来了，朕问的是谁没有来。太尉中书令燕国公冯道，检校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称病未治。冯令公，朕是知道的。这钱弘处，朕未曾听过。吴越偏比小王，言之有辱陛下倾听。此人春秋几何？臣闻吴越王钱元贯主子，以弘字叙事，年纪应该不大。石重贵，如可知罪。孙南神思混乱，行止悖逆，罪在不赦，夫为温皇裁断。此要拿来劳金的话，未免太瘦了些吧？肉袒千阳，贤避于谶，盈于骄言，此春秋之故矣。于人君则折辱过甚，非圣学之所长。男人不耐寒，此袍与你遮风。孙南不孝，冒渎温皇天威，前罪未论，又蒙恩赏，罪臣惶恐无定，敏感五内。朕既然封了你做副议侯，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。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，你这做孙辈儿的不义，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。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？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？孙南岂敢？孙南叩谢温皇天恩。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，恭请陛下法驾入城，正位大宁宫。蒙尘，朕观汴梁东北去城10里，有水绕丘，不知是何所在。启奏陛下，水曰曲水，丘曰赤冈。物欲何在？臣在。小邑诸部落，公帐、皮氏，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，怕是以为咱们这些草原上的野人粗鄙，扰了他老人家的清静。既是如此，所有人听我命令，全军不得进城，今夜驻扎赤冈。是。起来，起来，保住门就可以回家。太尉，没人出来。盯了整整1夜，赵红英家无一人出府，清军侍卫和步军衙那边也没有动静。船呢？那几条粮船还在曹门的水门下，无人来取。罢了。白日间那个穿青色衫子的媳妇儿是谁来着？楚国夫人丁氏。
今日午间之酒，叫他出来陪一下。太尉，楚国夫人是皇长子的生母。此间只有傅义侯，哪里来的皇长子？令公，回来了。是。既然还活着，便做事吧。随你守卫府城10日的战没伤残之将士，尚未得抚恤；有功的将佐军卒，亦不曾褒奖。他们的妻儿子嗣、高堂老母，或许尚在，亦或许罹难于兵乱。逝者已逝，他们可以歇歇了，但活着的人却依旧还要做事。令公，现在在做这些还有用吗？后生，老夫这一辈子，生于乱世，长于乱世，武不能定祸乱，文不能治太平。所行所为，大多都是无用的。有用的，无用的，终归要有人去做。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，做不做，却又是一回事。你以为这样的事当做吗？当做。当做则做。当做则做。哎呀！准备打了！打了！好！来，出来吧！你们这些傻才，喝个酒都不安静，就会弄这般粗事，让京师这些大头巾如何看我们这些厮杀的男人？太尉说的是，既然来了京师啊，自然要弄些雅致的耍子。只是弟兄们平日里只会厮杀和搏戏，却又如何耍得来呢？上去啊！看不见我们上去！老子把你上去！上去！我们都是粗人，实在弄不来雅事。夫人久居宫禁，侍奉君王之侧，想必才艺、颜色俱有所长，不妨显露一二，让弟兄们开开眼。太尉恕罪，妾身并无才艺。并无才艺。无妨，
些颜色拿出来给弟兄们看一看，也是高兴事。咋了？不愿意给军中弟兄们面子？妾身愚钝，不知道太尉和众位将军想看何颜色。这有何难？夫人，在宫禁之内，床子之间，与傅义侯兄弟看何等颜色，今日便给弟兄们看何等颜色。夫人，还当今时是往日啊。日荣贵已然不是天子了，他是傅义侯。你小子也不再是太子了。要么你脱了衣裳，让弟兄们见识见识你的颜色；要么把你小子叫出来，让他见识见识我们军中袍泽们的颜色。让我们看看你是什么颜色。别过来！楚国夫人深明大义，以身劳军，堪称京师表率。如今开封府内，傅义侯一家女眷不下100人。今日是头一日，只有一个楚国夫人。明日便是明公夫人、赵国夫人。圣主一日不得入城，此处便要多伤几人。请老夫出城，因契丹天子入城。是，小子以为，无论令公和桑相公所谋者如何之大，都不应以无辜女子的性命和清白为治啊！司空忒也无礼，戕害楚国夫人，皆因张贼强横跋扈，倒行逆施，与令公和桑相公又有何干？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敢问内翰，我可谓无辜吗？荒谬绝伦！文肃，钱司空，你知道老夫在和桑国乔谋划何事啊？能猜到一些。既已猜到，却还要劝老夫放弃。小子不是要劝令公放弃啊，是想请令公救下这城中一干无辜女子的性命。此事与他们无干呀，他们不当为筹码。桑国乔已然为此事赌上了自家的性命。楚国夫人的性命是性命，桑国乔的性命便不是性命了吗？桑相公是国家大臣，享禄米供奉多年，他可以拿自家性命去当做筹码，却
不当殃及无辜啊！这世上当真有无辜之人吗？有。楚国夫人。你呢？啊？老夫是问你无辜吗？小子不无辜。陈肃，下官在。劳烦走一番赤冈大营，带老夫与耶律德光传句话。你告诉他，老夫在明德门等他。明德门，陛下，明德门乃京师大宁宫正门，非朔望日大朝，不得开启。冯令公，他打算称臣了吗？令公所思，下臣不敢妄自揣度，但奉命传讯而已。张彦泽这一遭的差遣办得不错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桑相公说的话。契丹人进城了，你要去吗？当然要去。我是吴越王子，自幼锦衣玉食，享万民供奉。我并非是无辜之人，怎能不去？天子驾临明德门，百官因何不拜？闭嘴！冯令公乃是南朝首相，上不能正君道，下未能安黎民，致使国家破碎，君上蒙尘，令公岂不惭愧？有道理。本该惭愧才是。令公为何不穿朝服啊？大晋已亡，君不再是君，臣也不再是臣。此时只有庶人逢道，故国衣冠，望之伤心，遑论易之。令公既不称臣，汝何复来朝？小老子无城无兵，安敢不来？哼哼，令公是何等的老子啊？无才，无德，吃完老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令公，当日在上京公帐，朕曾说过，他日相见，未必是你来见我。如今，我们在汴梁相见，你令公却是老了许多。陛下却是风采依旧。当日留你留不住，朕便追到了汴梁。令公，你今日还走吗？此地便是故乡，无处可去了。令公，你这是心中有怨气。不敢。陛下，崇元殿已收拾停当，请陛下升殿，大朝文武。大郎，这就完了吗？没
完。赵匡胤心里知道，楚国夫人丁氏的死，在原本就群情沸然的汴梁人心上，再度浇上了一瓢热油。张彦泽的倒行逆施，依然引发了人神之共愤。京师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，在压抑和仇恨中积蓄着力量。而坐在火山口上的契丹主耶律德光，恰在此时举行了他作为中原天子的登基大典。百官叩拜。皇令公，君臣之礼不可废。陛下，小老子当跪吗？在大唐的朝堂上，令公也是这般规矩吗？礼崩乐坏了。令公贵理事、实事，难不成也是他们自家来问令公吗？小老子侍奉两朝，3代天子驾前，历来都是免跪的。那即便如此，令公能否给朕几分薄面？亡国之人，社稷都没了，哪里还有面子？令公不当跪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胆敢搅扰朝会？简教司空，镇东镇海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，天下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，敢问大可汗陛下：四海苍苍，山野茫茫，何以为万民之主？你便是那吴越国的钱弘处。外臣自吴越至京师，一路北上，城郭破碎，人民涂炭。自入京师以来，更有原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纵兵大掠，上至宰府公卿，下至梨树小民，俱受其毒。于开封衙内，凌破故军，虐杀主母，其禽兽之行，人神共愤。如此逆臣，大可汗欣然得以臣之，其圣主之所为。吴越小儿，猖狂到了顶点。朝堂之上，岂敢胡言乱语，忤逆圣主，败坏王纲。朕还未曾许你讲话。钱弘处，你是真的不怕死？难不成你是以为这吴越国离得远些，便不惧朕的军威吗？我吴越前世，上奉中原天子，下奉一军12州军民，不敢与残民虐主之贼共立朝堂。大可汗军威雄壮，能连州郡，能摧万军，却不能行人话，张忠树结人心。吴越武肃王不孝子孙钱弘处，宁身死国灭，不能奉无义之天子。哪里来的黄口丑儿，敢在这胡言乱语？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贵人，本王皇太土如此，胡乱说话，不能放过！
快让下人说理，尽快救下长王！训斥几句，训斥几句也便是了。早该把你牵走了。贵人是要与皇子一战。贵人，保护陛下！让他我。 想尝尝你是什么味道。莫再动手！太是个娃娃！让开！莫动！太尉星，我要与南方小孩子计较。儿子想造反！ 是非一定是有的，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梨树在下，此事万古不语。张太尉的伤不重吧？伤的未必有多重，人可丢大了呢。真是痛快！陛下，臣等在恭候陛下裁断。内涵，今日之事，还请内涵与灵公从中转换啊！大朝之日，当着天子公卿的面行此节甩，小司公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，怕是神仙来了也救不得。内涵，九郎今日之举，是想为汴梁官民除一奸恶。朝廷与我无约，有机密之恩，九郎与朝廷方有拔刃之意。今日之后，无论谁为中国之主，诸位令公依旧是中国之臣。可是现在都袖手旁观，岂不是天下的忠义之士寒心啊？水舅君息怒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娟娘，外见天寒，小心冻坏身子。回屋歇息吧。阿兄，不是说大朝只是走个过场吗？如今午时都过了，怎么还未曾回来？刘将军，宫里有消息传出来吗？自打北国皇帝进了城，城防和街面军铺已经被皮氏军控制起来了，咱们的人出不去。
是没有消息，宫里应该出什么事了。便是元正日大朝赐宴，现在这个时辰，也该散席了。大郎，喝点热粥吧。有劳嫂子。灵公，今日该是不会称臣了吧？陛下，急吗？朕哪儿敢急？朕不过是急了10余日，并要了国乔的性命，到此朕急着要杀他一般。桑国乔是张彦泽杀的，与陛下无干。令公与国乔，若是觉得杜重威不妥，与朕直说便是，何苦如此？汴梁城数10万军民，说了整整10日。陛下，你听到了吗？原来如此。朕本无意要杀国乔。陛下也无意杀楚国夫人。朕明白了。张彦泽重伤，汴梁城内的南朝兵马总得有个安置。令公有何所见啊？陛下率貔貅100万，当不缺统兵之人。吴越，你说呢？陛下既然向冯令公垂询，或可使令公以太傅全东京内外兵马注视。永康王所言，臣以为妥当。令公，如何？招披4袄，专藏首，夜赴3清帕路头，冬去宾须畔，春来草自生。陛下恕罪，太傅一任，小老子不敢奉诏。冯令公，让令公把话说完。若陛下允冯道一事，东京内外兵马，道或可勉力为之。令公但讲无妨。检校司空钱弘处，殿上无状，冒读朝野，当去其绝路，发诸南狱安置，使有司详论其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陛下有诏，朕以道魁任庙堂之鸿谋，以法手听官府之小治，太尉冯道得披两朝，贤生远步，筹谋宏远，错置有度，可特授全东京内外兵马事，于如故，可。令公，与我吧。门下，府有功必赏，有罪必惩。检校司空镇海、镇东，两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，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，为众藩镇，执司荣律，殿上无状，冒读朝仪，无宫中之节，有违例之谦，赛月近身之意，何从辅治之诛？特事宽恩。辽从薄浅，以削除在身官爵、职事、差遣，下御史台狱详论其罪，可。
陛下妙魔独运，锐剑万里，臣等奉诏。臣等奉诏。该下决断了，国事不可误。什么国事？今日之前，太原腋下2选其一，今日之后，便没得选了。九郎已经选了。使君、三郎君、末将将郭亚内请来了。下官郭荣见过使君。不必多礼。今日请衙内来，是有大事计议。大事？吴越国王、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使、诸道兵马都元帅钱公致意，河东节度使、北面行营都部署、北平郡王刘令公，庆令公以中国统绪、梨树苍生为念，早建大宝，以安天下民心。石守信、王正中接防左一乡。诺。李继勋、刘庆义接防右一乡。诺。杨光义、刘守忠接防左2乡。诺。辖区内腋下兵马悉数整编提调，犯禁律者，立斩。诺。老爹，耀太尉手里只有2个指挥，恐怕你不必替他操心。大郎，你替为父走一遭界北巷，这是大事，根系我们何族生死，万万不可轻忽。诺。大人，侍卫军部军第18指挥使赵匡胤求见。快请他进来。诺。元老，使君请关心，家父命匡胤代为禀上。冯令公已颁下军命，府衙和台狱皆由薛少府调度。汴梁人是讲良心的，像九郎这般好汉子、真英雄，定不能再让他受半点的折辱委屈。有劳了。站上。确实要谢谢众家兄弟了。我何时长出了这一脸长须，还有如此宽绑的体态？劳烦兄长日夜兼程，返回晋阳。拿来吧，劝进表彰。
哎，衙内，你将他烧了，又如何回晋阳清晨表彰啊？我已经记下了。诸臣劝进，赵太尉名列武将第一，我便是人长。那好，还请衙内速速动身吧。只是此刻还不是回晋阳的时候。衙内，天下大事为重，还请速回晋阳。今时局面已然如此，衙内大有为之身，建功立业当在北面，不在当下，还请衙内慎思。九郎当日在殿上与奸贼白刃相见之时，可曾想过功业二字？还请元朗为我安排，我要见冯令公。这儿啊，本是咱们台院的正堂，上官们平日问案的所在。台里的牢房啊，都是一般的湿冷阴暗，开封城里的小官人也催促得紧，一时呢也赶不及新造监房。哦，这个院子里最着阳的房子，便是这间房堂。于是啊，便将司空移至此来歇息。多谢。九郎，九郎，九郎，嘿，他们还真将你送进来了。莫要哭，莫要哭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下官郭荣拜见令公。坐吧。下官不敢。你来见我何事啊？令公，有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是为了钱家九郎。钱司空乃是性情中人，不知朝廷之诡谲，不知人心之险恶，于大殿之上慨然挥刃，全然不顾自家得失安危。令公大德，若救得他的性命，是全了下官与他的恩义。下官代晋阳助攻，谢过令公。此事轮不到你来谢，也轮不到晋阳那些人来谢。说第2桩事。第2件事，请令公拖出契丹处。你是让老夫向契丹天子称臣？此事非令公不能为之。请令公为天下计，忍辱负重。下官代天下人谢过令公。说第3桩事，阻杜重围来辩，是吗？正是，为天下计，为黎庶计，还请令公周全1、2。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，
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？刘令公筹谋广大，技艺深远，下官不敢妄言。你呢？此时此刻，就在这汴梁城内，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？要救下钱家九郎，拖住耶律家天子，阻杜重威来汴，老夫只需做一件事便可：将你这晋阳细作一锁子捆了，送进大宁宫去，献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。为了九州声名，为了天下黎庶，你愿意去死吗？若下官的性命能助得令公行事，郭荣的这颗头颅，令公拿走便是。你走吧。令公这是应允了？是，但不是为了你，也不是为了刘知远。老夫是为了桑国桥与钱家九郎。下官拜谢令公。冯令公你也见了，接下来你作何打算？是时候该出城北返了吧？元老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。什么事儿？你能否替我走一趟晋阳？他不肯离京。他说，冯令公甘冒大险，钱家老九还在狱中，这个时候离京别走，此生无颜再入宣阳门。阿爹，儿子该去吗？你想去吗？你想过没有？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，腋下的杜重威早一步得了京师，你又当如何自处呢？阿爹毕竟还在京师，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。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，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，你又当如何？大郎，你要记住，乱世无父子。若有朝一日，你我父子在疆场上对战，万万不可心软。去而复返，为何？特来向令公辞行。太原居北地，风沙大，比京师冷。多带上几件衣服。还有事啊？城外鏖战10日，计1336人有斩首野战之功，其中312人当自官身，36人该进为小使臣。另有李继勋、石守信、杨光义3将，义功，当进为诸司使。李继勋当进崇仪副使，石守信当进东冉院副使，杨光义当进贡备库副使。再有伤残者578人，医治
当赏赐银5两，绢5匹，钱10民，粮100斤，寒衣2领。斩没殉国者886人，当访其家人妻子，后续之。现已造册具名，呈于灵公。起来吧。谢灵公。白人为一都，5都为一指挥，5个指挥变为一将。此战你麾下近10个指挥，便是2将。元朗，可知何为将道？临阵有勇，用兵有谋，执法为公，善抚士卒。可知军中一粥一饭，一子一马，由何而来啊？朝廷税赋分夏秋2税，夏赋上田1亩税6升，下田1亩税4升，秋赋上田1亩税5升，下田1亩税3升。下到州县，还有闲价钱、除没钱等名目，林林总总，杂项不下10余类。京师之内，一砖一瓦，皆为民脂民膏。天下汹汹已有100年，9重内有实施这般不堪的天子，军中亦有张彦泽这等吃人的太尉。你说的不错，为将之道，要有勇，要有谋，要执法公明，要善抚士卒。你也要知晓，天下梨树之不易，民生之不易，乱世存身之不易。终有一日，你也会做太尉。天子不堪为君之道，众卿百官不能守为臣之道。但愿你能守得住这为将之道。你便是赵匡胤？是。侍卫亲军的赵大迷糊，是你爹？家父是在侍卫亲军任职，名讳上红下英。你母亲姓杜，你外祖家是定州望族杜氏，外祖母范氏。你未成年的长兄，名字叫做光纪。是。书信上说，张彦泽当朝太尉及年的宿将，在大潮之日被一个弱冠少年持刃刺伤。如此荒唐的话本，他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？吴越前世与张彦泽无冤无仇，何以要当殿伤他？真受不了你！坐个牢，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，比做衙还要惬意。这本来就是衙，还是朝廷里1等1的大衙门，御史台，肃正朝纲，纠合百官。那滤镜门外肃正台，武皇时候是多少文武百官闻之色变的地方。好像有客来了。
君贵兄，九郎兄，哈哈，自有天子诏谕以来，九郎君可谓是最嚣张的侵犯了。那君贵兄也住2天，嚣张嚣张。哈哈，大可不必。哎。 去拿副碗筷。末将职分卑微，不得上殿，实在情形，只是听家父提及，张贼恶贯满盈，欲杀其者，何止九郎一人？仔细想来，那天在大殿之上，必定是乱作一团，伤人者绝非九郎一人。但那柄刀子，的确是九郎带上大殿。 便由他背下了这个罪名。这还像点话？你父亲也是世家子弟，上过阵、见过血的，手下好歹也带着几千兵马，说出去也要称一声太尉了，却让一个南边来的小孩子当殿亮了刀子。 怎么了？汴梁城里便是没有好汉子了吗？刘令公与太尉据河东，麾下兵马何止1000万，却也未曾见得挥师南下救援京师。末将父子不才，却也在张贼的兵威之下，血淋淋厮杀了整整10日。 阻叛军于宣阳门外，烧了张彦泽的粮仓，对吧？对。带着侍卫群军那帮废物出来，能在张彦泽手下走上10日，不落下风。你小子年纪虽小，论起本领，倒是比你那无用的爹要强些。 傻小子，你爹比你聪明，他这次是押对了宝。九郎君这番，可谓是替吴越前世押对了宝。死了这么多人，就为了一个保局吗？天下如棋，天下如局。 我等这辈活在这世道下，原也没有其他路可走。我一个平日里连文书都懒得看的小子，这天下事又与我何干？难道吴越不在这天下里？吴越国主是我家王兄，我虽挂了个衙内都指挥使的差事，不过是循例而已。晋国大事，从来不肯议文。这汴梁城里。 谁做天子，与我这个闲散番子又有何干系？九郎是不愿向刘令公称臣。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吴越国事我说了不算，便是称臣，也是我6哥7哥来称，轮不到我。令兄称臣，已由水丘使君代行了。 那君贵兄此番来找我干嘛？吴越是吴越，九郎是九郎。天子逊位，迄今已有月余，而太原方面，刘令公迄今未敢称敌，
九郎可知是为了什么？兵马不够，粮秣不足，契丹太强。哎呀，他爱成不成？刘令公迄今未敢称帝，是为得天下人心。那君贵兄跟我说说，如何才能得天下人心？水丘使君带令兄举吴越12州之地，10万女甲士向刘令公称臣，这声威不可谓不盛。然则这些也抵不上九郎你的一句明白话。我？你还当你是原先的九郎吗？难不成住了1个月监牢，我便不是我了？你伤了张燕子，那又如何？九郎兄，你每日有这么多人给你送来桌上的这些饭食，这便是天下人心。你可知桑相公殉身开封府是为了什么？天下人心。桑相公殉身是为了让契丹主知晓，这个天下人心向背，是为了让契丹10几万大军知道，中原军民与杜重威、张彦泽这等残民掠主之贼不共戴天。京师上下皆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可真敢当着契丹天子的面亮了刀的，唯九郎一人耳。所以现在，你便是天下人心。经历了亡国之恶的赵匡胤，他深深的明白，像刘知远、郭威这般位于云端之上的权臣节帅，要权衡的利益就太多了。河东之外还有河北，京师之外还有虎视眈眈的契丹大军。冯令公毕竟手上无兵，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已是意外之喜。大王坐拥河东12州兵马钱粮，带甲10万。要是等到京师那边见了分晓再去摘果子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文忠，敌情如何？永德见过太尉。太尉，这位是？这是步军司新任斥候衙刘金岳，也是某新收的名伶一孙。有北面的紧急军情，要禀告大王。开门。耶律闼烈不在营中。禀令公，是。你由何而知？亲耳所闻。这小子扮作西奴，在灰水河大营中盘桓了越狱。你会说西语？回禀太尉，末将出身边地，北面的番话自幼便说惯了。都会说哪些番话？党项8部的羌语、契丹话、西语、黑山族谱，都能说些。这等人物在步兵司做番子，却是大材小用了。他是林州杨洪信长子，抚州的佘三郎拿了去做女婿的，并非寻常番子。耳听为虚，你是如何知晓真伪？末将亲眼所见，故而知道是真。你怎知来人便是上京来使？来者
是萧思文本人，早先曾为使往来于林府之间，末将认得他。赏他个副都虞后。这等大功，那便是都虞也赏的呀。还不谢过大王恩典？末将谢过令公恩典。下去吧。大王，大事可成了。这南边张彦泽重伤，北边走了耶律踏烈，这不是气运，那什么是气运？萧思温亲来回水河，宣走踏烈，是上京城出了大事。能一道文书将踏烈这种重臣大将宣走的，举藩契丹国中也不过2人而已。一个如今在南面京师徘徊犹豫，那便只剩一个。契丹太后恕律师。先往京城派个人去。是官人信，向契丹主称臣。太后把云州的踏烈调回上京，这是在提醒陛下，该北归了。南朝大事已定，臣请陛下回师。汴梁这边，总该留一个能做主的人。陛下若不一力杜某，太原刘知远便是不二人选。臣请陛下速作决断，以安内外一句。便是恩上金花银枕，也得选个想睡觉的。太原那边到如今连道成臣的表彰都未曾送达，急吼吼的宣立刘氏，倒仿佛国朝的天子名位一文不值，求着他做一般。陛下与我朝的颜面何存？你陛下。太原使节河东节度之使王俊奉北平王刘令公亲命入京，向陛下奉表称臣，在明德门外候召。王秀峰在明德门外。苏元熙、郭威没有请来。使团一行以王知事为首，未曾见苏观察和郭太尉。你下去吧。令公，北平王这是假的，不必理他。刘令公若真有称臣之意，来的应该是观察相国或是家父，而如今来的却是秀峰叔父。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。既是不愿称臣，为何要大张旗鼓遣使前来呢？投石问路，收拾人心。京师的人心，在冯令公，在九郎。使君，太原使臣出宫了。可有诏命？太原令公加太师，封晋王，永镇河东。陛下，文肃，下官在。小谕开封府，与城南再设2处舟棚，不要以赈济的名义。天快转暖了。大河里的冰要开化了，募集青壮，以工代赈。是。
不公了。林公，陪朕走走。办公室有10万人，汴梁城里没有10万人。京畿12县，唯陈留一处陈园还算完整，却也没有人了。天寒地冻，寒门小户没了口粮，便只能背井离乡，朝着京师来讨口吃的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怎么讲？天气渐渐回暖，往岁今时，朝廷以划拨种粮筹措春耕。今年库房的存粮、种粮都在兵士和流民的肚子里了，误了节气，便不用再盼收成了。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，勉强度日。再过2个月，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，他们终归都要饿死。令公总揽汴梁军政，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？惭愧，冯道难为无米之炊。内外库食皆在令公手中，令公到底缺什么？冯道一介昏聩老朽，食不足一盏，情不过一榻，老朽什么都不缺，缺的是他们，是天下。缺什么？缺一个朝廷，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，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，一个春时拨划种粮，夏岁修治河工，秋月积领仓实，冬日赈济寒湿的朝廷。这些百姓啊，时至今日，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，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。令公可是肺腑之言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蒙尘何在？陛下，臣在。小玉恭迎内外，南北各臣，自即日起，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。各军所需，皆要记录在案，誊表造册，上奏公帐决断。臣奉诏。令公，可否？乱兵入城，给假3日，强人破门而入，掳掠诸伯口粮，虐杀妇人孺子，一把火烧了房子，拆了院墙，搭建营寨。令公，此乃张彦泽之罪，还是朕之罪？陛下言重了，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，不杀人了，就可以了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谷麦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你有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，亦不能强你所难。但
可退而求其次。何为其次？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你既然没有骨脉种粮，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。冯天光，你这是在要挟陛下。陛下，若如此，杜重威恐生不测之变呢。此话有理。杜重威手握重兵，菩萨都要避之，何况是你？此乃令公的意思，还是太原刘知远的意思？你若不愿为中国之主，那就将公帐从速搬回你的上京。令公还未曾回答。心怀天下之人，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倘若朕杀了张彦泽，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？不敢保，但老朽敢赌。杜重威身在腋下，老朽身在京师，无城无兵。若杜重威敢反，老朽的这颗头颅，你拿去便是。敢赌吗？今有司勘罪，查张彦泽者，攀比好财，纵掠梨树，酷猎擅杀，以害市民，纵兵为虐，涂炭生灵，克扣军饷，军心离散，强占民田，夺人恒产，卖官鬻爵，败坏吏治，逼反庶族，祸起不测，抗旨不遵，悖逆君命，诬陷忠良，残害贤能，荒淫无度，败俗伤风，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劫杀使节，挑衅邻邦，大罪12，庆南山之主，不足以彰其罪；尽东海之波，未得能迎其恶。拒特大奸，朕启令5刑之诛，着即荐送北市，明正典刑，祭扬名誉，告谕四方。令公，张彦泽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，明正典刑，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。昭昭史册之上，将来也会这样记述。可惜了钱家九郎一腔忠勇。乱世，人命卑贱，活着比什么都好。要舍得出来吗？不急，殿上失仪并非小罪，好生将养着他，莫要让人看到他，也莫要让人想起他来。这个炭烤得真慢。又想什么呢？若此番有命难归，我便同你一起上岛，做个上门女婿，好不好？说什么疯话呢？这天下
想担大任的人太多，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又太少。若非如此，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。我就不掺和了。想来想去，除了黄龙岛，这天下好像没有第二个桃花源了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嗯。你说呢？